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UWC 这家公司，分析他们公司不断创新和成长的精神。那么今天小编我将要来跟进一家大家很熟悉也很喜欢的公司，它就是云顶大马跟Think Malaysia。关于云顶大马，小编我也做了几支影片，所以今天只会说他们最近的进展和分析他们的业绩。想要知道他们公司业务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到之前的影片观看哦。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他们的公司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他们在马来西亚、美国、巴哈马群岛和英国的休闲与酒店业务，之后还有一些就是地产业务。他们的业务都很简单明了。回到正题，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表现如何。那么这个季度的收入是1个 b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的 1.4 个 billion 减少了 0.4 个 billion， 也就是大约下跌了 28.5%。而盈利方面，则是从上个季度的704个 million 亏损，减少到了这个季度的240 million 亏损，亏损减少了464个 million， 大约 66%。盈利率也是从负 49.7% 减少到了负 23.1%。从这样的盈利看来，云顶真的下了不少功夫。怎么说呢？现在就来一一跟你解答。首先，这个季度的收入是减少的，但是盈利亏损却减少了 66% 之多。而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之前云顶大马一直都在强调他们正在执行的削减成本，看来这个季度开始生效了，因为他们这个季度把他们的 cost of sales 减少到了995个 million， 比起上个季度的 1.2 个 billion 减少了 16%。而第二就是他们这个季度的 impairment loss 减值损失也减少了，从上个季度的180 million 减少到了这个季度的 49.6 个 million， 减少了 72%。相信这也是因为现在很多酒店都可以开门营业导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现金储备。现金储备一直都是云顶大马引以为傲的一个优势，但是经过疫情的冲击，似乎这项优势已经显得稍微疲软。因为在疫情前，云顶大马的现金储备大约是 6.4 个 billion， 但是经过疫情的洗礼后，在2020年6月减少到了 5.9 个 billion， 而之后又在2020年的9月减少到了 3.6 个 billion。那么这个季度云顶大马的现金储备还剩多少呢？答案是2.4 个 billion， 比起疫情前足足少了 62.5%， 可谓是元气大伤。而且他们这个季度还向银行贷款了2个 billion， 如果没有这笔贷款，恐怕云顶大马现在的现金储备已经所剩无几。但是反观，如果银行都愿意借钱给云顶大马，相信他们还是对他们的业务复苏是非常抱有信心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云顶这个季度都把钱主要花到哪里了呢？首先，他们花了1个 billion 在 PPE， 也就是购买营运资产。第二就是还了 2.6 个 billion 的贷款给银行。而第三就是给了 1.1 个 billion 的股息 dividend 给股东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年度的休闲与酒店收入都是来自哪里。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所贡献的收入就有 3.2 个 billion， 而英国和埃及及美国各贡献了 651.9 个 million和 604.5 个 million， 而赌博就占了 3.5 个 million， 非赌博业务只是占了877个 million。也就是说，赌博业务共占了 81%， 比先前几个季度的70多%还要高。也就是说，云顶现在的盈利大多数都是靠赌博生意在支撑。酒店和游乐园的收入其实并不高。至于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其实在马来西亚跟上个季度比较是有所下跌的，而这也是跟政府在10月14日执行的 CMCO 有关。收入从上个季度的 1.1 个 billion 下
滑到了这个季度的644个 million， 而在英国与埃及的收入也是下滑了 12%。 至于美国与巴哈马群岛则是有好消息，从上个季度的 69.9 million 增加到了这个季度的 245.5 个 million。 那么我们都能看到，其实云顶的收入与疫情导致的各国封城息息相关。那么今天主要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就是云顶大马在今年2021年中要开张的户外游乐园，到底能否为云顶的业务做出多大的收入贡献？首先，这里我们看到当初云顶户外游乐园关闭前的收入和关闭后的收入，我们可以看到云顶大马马来西亚在2013年关闭前的季度的收入是 1.46 个 billion， 而关闭后的收入是 1.43 个 billion， 差别只有大约30个 million，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户外游乐园的直接影响其实并不大，但是这里我们就要换个方式来想，其实游乐园只是吸引人们来到云顶的方式，而真正赚钱的地方其实是赌场。毕竟一张游乐园门票才几百块，而在云顶赌场播撒个几轮就等于游乐园一天的门票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云顶的户外游乐园并不赚钱，但是试想想，他们又能为他们的赌场带来多少的赌博盈利呢？这个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那么云顶大马集团对未来的展望，还是对短期的休闲与酒店行业抱着谨慎的态度。在马来西亚1月份推行的 CMCO 行动管制令下，导致 Resort World Langkawi 和 Resort World Kija 也被牵涉关闭，但是之后在2月份也重新开始营业，但是相信这将会多少影响集团的生意。而在英国方面，由于之前疫情严峻，所有的实体赌场都还是处于关闭状态，但是集团表示他们对现有的疫情防范措施很有信心，一旦赌场能够重新营业，他们可以迅速展开工作。至于美国方面，之前影片提到的 Hyatt Regency JFK 酒店也将会在今年2021年中开始营业。他们表示，他们也积极的在巩固他们在美国纽约州的龙头地位。相信现在全球确诊人数开始下降，各国开始推行疫苗接种计划，云顶大马这一家复苏股也将会逐渐复苏回原来的生气。关于云顶大马，小片我之前都在分享了很多次，一次是在去年2020年11月5号，当时的股价只有20几6仙，而第二次是在2020年12月15号，当时的股价只有20几81仙。如今的股价也随着复苏的脚步慢慢走高。在这里也要恭喜当初相信云顶价值的朋友们。在这里小编也为大家整合了一份云顶大马的基本面分析，有兴趣的朋友们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加入 Telegram Group， 在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完全免费的哦。那么大家对云顶大马的前景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他们的业绩会否随着复苏的脚步更上一层楼呢？如果你们想要小编我分析哪一家公司，只需要 like 这支影片，然后到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